各位朋友大家好，在巴以冲突的历史中，有一个人的名字一定不会被人遗忘。在近半个世纪中，他的名字以及他的那条标志性的黑白相间的头巾一直飘扬在巴以冲突的风口浪尖之中。他的名字叫亚西尔·阿拉法特。和我差不多年龄段的朋友对这个名字肯定不会觉得陌生，他经常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中。能够跟他相比保持差不多出现频率的，恐怕也只能是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了。小时候呢，只知道他们二位是被称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不大懂他们与中国的关系到底有多深，只是感觉他就像我们小时候大院里的邻居，可以不敲门就走进家门，然后坐下来就开始吃饭。那位西哈努克亲王也是和中国几代领导人的关系都非常的好，他晚年基本上就是生活在北京，他也是在北京去世的，那是在2012年。阿拉法特后来倒是没有来得这么勤，大概是他国内的事情比较多吧。关于阿拉法特，无疑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他身上有着很多耀眼的光环，同时也有着很多数不清的黑历史。他是巴解组织的领导人，而巴解组织在一段时间内是全球公认的恐怖组织。巴解组织曾经闯入以色列平民的家中，将一个孩子倒垂着拎出来，然后将他的头磕碎在了石板上。他们曾经劫持一艘意大利的游轮，游轮中有一名69岁的已经残疾的美国老人，恐怖分子竟将他和他的轮椅一起推入了海中，使得这位老人浮尸海上。很多年以后，当巴解组织成了巴勒斯坦的合法代表，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有一个记者注意到了坐在阿拉法特旁边的正是当年将老人推入海中的他的副手阿巴斯，就问阿巴斯说请问克林霍夫就是那位老人的名字，为什么浮尸海上？阿巴斯却回答说，或许他想游泳吧，然后与阿拉法特相视大笑。但就是这样一名曾经臭名昭著的恐怖分子头子，在1993年与以色列总理拉宾签订了奥斯陆协议以后，竟被授予了当年诺贝尔和平奖。恐怖分子转身就变成了和平的天使，他曾被称为巴勒斯坦国的国父，是巴勒斯坦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他也曾经说过要将自己的一生献给巴勒斯坦人的解放事业。但当他的人民仍然生活在危险和困苦之中，没有工作，没有收入，甚至有时候喝不到一口干净的水的时候，在他死后却留下了几十亿美元的遗产。他的夫人苏哈和他的女儿一直在法国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他曾经说过，他是一名战士，随时准备着牺牲，所以他决定一生不娶，但却在他61岁的时候娶了比他小34岁的苏哈。阿拉法特是在2004年去世的，当时官方给出的死因就是病逝，但没想到8年以后2012年，他的夫人苏哈竟然拿出他生前所用的一些日用品送到有关的检验部门进行检验，看看他是不是被毒死的。而也正是他的这位夫人，在当年他去世的时候，在有人怀疑他的死因，要求进行尸检的时候，苏哈却断然拒绝了。但8年以后，他却主动拿出了这些物品进行检验，并且同意了对阿拉法特进行尸检。而尸检的结果，法国和瑞士的2家机构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瑞士人认为阿拉法特有可能死于放射性元素钋210中毒，而法国人则认为他是自然死亡。那么他到底是怎么死的？如果真的是被毒死的话，那么可能的凶手又会是谁呢？是以色列人还是巴勒斯坦人？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阿拉法特，聊聊他的生，也聊聊他的死。阿拉法特是在1929年出生在埃及，他是在埃及的开罗念的大学，学的是土木工程。在大学期间，他曾经担任过阿拉伯学生联盟会的主席，曾经在世界青年大会上进行演讲。他在1959年的时候成立了一个暴力组织，叫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简称法塔赫。这个组织的宗旨就是通过暴力革命赶走以色列人，恢复巴勒斯坦人自己的家园。这个组织起初得到了阿拉伯一些国家的支持，比如说约旦、叙利亚以及埃及。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它就是这些阿拉伯国家的黑手套，专门干一些政府不方便干的一些脏活、累活。1967年爆发了第3次中东战争，泛阿拉伯主义的倡导者，也是阿拉伯世界的领导者，
当时的埃及总统纳赛尔因为在这场战争中败得一败涂地而被迫下台，取而代之的是新任总统萨达特。萨达特远没有他的前任纳赛尔那样的激进，他希望有一天能够与以色列达成和解。这样的话，他对阿拉法特以及他组织的支持也自然就越来越少。赎罪日战争以后，在这场战争中最终失利的萨达特与以色列人签订了和平协议，在阿拉伯世界中第一次承认以色列国的存在。以色列人也将他们在战争中夺取的相当于本国国土3倍以上的西奈半岛重新交还给了埃及。据说在这次和会中，当萨达特要最后一次发表讲话的时候，他的一名助手悄悄地在萨达特手里塞了一个纸条，提醒萨达特在最后的讲演中怎么也要提巴勒斯坦。毕竟埃及这么多年名义上都是为了巴勒斯坦而战，总不能到现在连提都不提一下吧。萨达特看到了这个纸条，但是在讲演中对巴勒斯坦仍旧是只字未提。巴勒斯坦人此时已经成为了一枚弃子。这个和平协议又称戴维营协议，是在美国的斡旋之下于1978年9月签订的。当时签订这份协议的以色列总理贝京以及埃及总统萨达特都荣获了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而2年以后，也就是1981年，萨达特在阅兵时被一名中尉所杀，也就是因为这个和平协议。萨达特虽然死了，但他签订的这条和平协议却保障了埃及与以色列几十年的和平。时至今日，埃以之间再没有爆发战争。我们现在在新闻中看到的埃及和以色列联合封锁加沙地带，埃以之间的合作的基础也就是源于这个协议。萨达特的立场发生了转变，但阿拉法特不会，他仍然是一个坚定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而民族主义者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可以让你恨一个你从来没有见过的人，只要他是来自于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国家，而不管他是好人还是坏人，民族主义者都是要将他毁灭。阿拉法特继续领导着他的法塔赫组织，继续在以色列境内进行各种的恐怖活动，逐渐也引起了以色列军队的注意，开始对法塔赫进行打压。无奈之下，阿拉法特将他的法塔赫组织迁到了约旦河东岸的约旦境内，而此举也引发了另外一场更加狗血的阿拉伯内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样一则新闻，埃及和约旦两国都公开拒绝接受加沙的巴勒斯坦难民。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同是阿拉伯国家为什么会如此的无情呢？而在这之前爆发的俄乌战争，美国、加拿大以及西欧的很多国家都接收了大量的乌克兰难民，波兰人甚至让乌克兰人住进了自己的家里。这两相对比，为什么差距如此之大呢？之所以拒绝加沙的巴勒斯坦难民，埃及和约旦有他们自己现实的考虑的，因为哈马斯分子就混杂在这些难民之中。他们放下枪的时候，在镜头前哭天抢地地控诉以色列军队的暴行，而转过头一旦拿起枪，他们又成了哈马斯，又继续向以色列的平民开火。这恐怕就是所谓的人民战争，让敌人陷入到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在这大海之中茫然四顾，你分不清哪个是可爱善良的海豚，哪个是凶猛的鲨鱼。而通常情况下，鲨鱼是躲藏在海豚背后的，所以被杀害的往往是那些无辜的海豚。而凶手到底是杀死海豚的那些人，还是将海豚推在前面的那些鲨鱼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普通的百姓与恐怖分子在难民中鱼龙混杂，那么哪个国家愿意接受呢？这是从现实考虑。另外，这些国家拒绝接受难民还有一个历史上的原因，这就与阿拉法特有关了。刚才我们提到，在以色列的打压之下，阿拉法特和他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巴勒斯坦地区已经待不下去了，所以他们就将总部迁到了约旦河的东岸的约旦境内。起初的时候，约旦国王侯赛因对巴解组织还是持欢迎态度的，不光是给他们提供了大量的资助，而且还允许他们在约旦境内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这样，巴解组织在约旦的势力发展是越来越大，俨然间已经成了约旦的国中之国。巴解组织的人不遵守约旦国家的法律，而且还与约旦境内的一些极端分子合作，企图谋杀曾经帮助过他们的
约旦国王侯赛因。这样的谋杀还真的进行了。如果不是国王的卫士情急之下将侯赛因国王推入了阴沟之内，并用身体挡住了射向国王的子弹的话，那么侯赛因国王已经被刺杀了。这还不算完，1970年9月，巴解组织下面的一个分支一口气劫持了3架欧洲的民航客机，并将这劫持的3架客机降落到了约旦境内。这可真是引别人的火，烧约旦的家。从那以后，劫持客机才成了恐怖分子常用的恐怖手段，而这种手段的始作俑者就是阿拉法特。约旦国王侯赛因觉得忍无可忍，他紧急与英美首脑磋商，并且很快宣布在约旦境内驱逐法塔赫分子。而得知消息的阿拉法特马上就宣布自己担任巴勒斯坦解放军的总司令，并且联合约旦境内的那些反政府武装与约旦政府军展开激战。约旦的内战爆发了，约旦乱了，与他接壤的叙利亚看不下去了。都是阿拉伯兄弟，为了兄弟，那自然要两肋插刀。所以叙利亚军队就在苏联的支援下，将2把刀插进了约旦的肋部。叙利亚军队入侵约旦，约旦国王侯赛因再次向美国求援。美国当时的总统是尼克松，就派遣美国的航空母舰进入到了地中海的东部，与约旦境内只有50海里之遥，同时向支持叙利亚的苏联发出了核威胁警告。而此时与约旦还处在战争状态的以色列，在美国的要求和约旦的默许之下，4架鬼怪式战斗机低空在叙利亚坦克部队上空徘徊，向叙利亚军队示威。叙利亚的空军在3年之前的6日战争中已经遭到了以色列空军的毁灭性打击，此时伤疤还在渗着血，叙利亚人不可能不害怕，马上命令叙利亚坦克部队掉头，并且在最后公开宣布，我们并不是想来打架的，就是来看看。而失去了叙利亚和苏联的支持，巴解组织在约旦军队面前是不堪一击，将近1半的成员在这场战争中死亡。最后经过斡旋，好心的黎巴嫩人收容了巴解组织的残部。这时候正是当年的9月，在约旦历史上被称为黑色9月，而巴解组织下面也诞生了一个叫黑9月的恐怖组织分支。这个组织也很快就震惊了全球。大家知道，现在每次举办奥运会，安保工作都是重中之重，主办方都要花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在这上面。但是在以前呢，其实并不是这样。奥运会毕竟本来就是一个和平的盛会，在这之前呢，也没有发生什么安保的问题。那么自什么时候开始，奥运会的安保工作变得像现在这样如临大敌呢？这恐怕就要从1972年的慕尼黑奥运会开始说起。在这届奥运会上发生了一个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案件，而这起恐怖袭击背后的主谋又是阿拉法特，而具体实施的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新成立的在巴解组织下面的恐怖组织黑9月。大家知道，德国第一次举办奥运会应该是1936年，那时候还是纳粹德国统治期间，在奥运会上发生了很多种族歧视的事件，这一点德国人深以为耻。所以在他们获得了1972年奥运会的主办权以后，德国人，确切的说是联邦德国人，确实在这方面花费了很大的时间和精力。他们希望能够把这次奥运会办成一个和平的盛会，成功的盛会，这样也能挽回他们当年造成的恶劣影响。但遗憾的是，偏偏在安保环节上出了问题。这也不能完全怪联邦德国方面，因为在这之前，奥运会安保方面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大的问题。黑9月的那些恐怖分子也就抓住了这次安保的漏洞，他们轻松地翻过了只有2米多高的围墙，进入了奥运村，进入了以色列代表团居住的地方，绑架了11名以色列代表团成员，他们其中有运动员，也有教练。这次绑架行动最后的结果是灾难性的，11名以色列人全部被杀死，德国人也在全世界面前丢尽了颜面。他们笨拙的现场指挥、愚蠢的营救计划成了世界的笑柄。最后，德国方面还释放了3名参与绑架的恐怖分子，而这3名恐怖分子在回到巴勒斯坦人中间以后，就成了他们中的民族英雄。当时的以色列总理是梅厄夫人，是一个出了名的铁娘子。在得知11名以色列人被杀以后，她曾经说了这样一番话，说在德国的土地上，一边是犹太人被绑架被残杀，一边是全世界的人在那里欢呼庆祝。
他说，犹太人永远是孤独的，没有人会来保护我们，只有犹太人自己才能保护自己。既然世界已经遗弃了犹太人，那么犹太人也要遗弃这个世界。所以梅厄夫人下令以色列的最高情报组织摩萨德全球范围内追杀那11名与这次恐袭事件相关的恐怖分子。这是一场长达7年的追杀，最后11名恐怖分子10名被击毙，1名重伤。以色列报了仇，但是很遗憾的是，在这次行动中也有很多的无辜平民被误杀。以色列人很明显没有学会中国人的温良恭俭让，也不知道什么叫冤家宜解不宜结，更不知道什么叫得饶人处且饶人。对于很多以色列人来说，回应暴力的唯一方式就是更加的暴力，而这些暴力活动中所释放出来的罪恶，到最后恐怕谁也无法控制。以色列人对阿拉伯人的恐怖袭击采取冤冤相报、以血还血的政策，恐怕也就从这时候开始了。1979年前后的时候，阿拉法特和他的巴解组织已经搬到了黎巴嫩境内。在被约旦驱逐以后，好心的黎巴嫩人收留了阿拉法特。阿拉法特到了黎巴嫩以后不久，就发现黎巴嫩的中央政府软弱无能，所以他又拾起了他的老本行，劫机绑人头，而且还把手伸向了当时黎巴嫩境内的基督教势力，让这些基督徒们皈依真主，不然的话就送他们去见真主。于是黎巴嫩内战爆发了，一场内战导致大量的平民死亡。往日被称为东方小巴黎的贝鲁特变得满目疮痍，昔日富庶的黎巴嫩也瞬间变成了阿拉伯世界中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现在大家想必明白了，为什么现在周边的那些阿拉伯国家不愿意接受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难民，这是因为他们有历史的教训，有前车之鉴。阿拉法特被称为中东不死鸟，在他的一生中曾经历经了据说有57次的暗杀，但他都能够做到全身而退。他经历过的最凶险的一次倒还不是暗杀，而是一次飞机失事。当时飞机坠落，被摔成了3节，机上其他人员全部丧生，但阿拉法特依然是安然无恙。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他的18名卫士在飞机坠毁前的最后一刻将阿拉法特堵在了一个角落，然后这18名卫士就一个叠一个地挡在了阿拉法特的身前，形成了一道肉盾，保住了阿拉法特的命。这是发生在1988年。自那以后，阿拉法特似乎是感悟到了什么，他变了，变得没有像以前那样的暴躁暴力。或许他此时终于意识到，单纯依靠暴力是不可能解决巴勒斯坦人的根本问题的，只有同以色列人进行谈判。于是这才有了1993年双方签订的奥斯陆协议。按照这份协议，巴解组织承认以色列国的存在，并且承诺拒绝使用暴力，而以色列国呢，则承认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的合法代表。阿拉法特也被允许返回巴勒斯坦地区。奥斯陆协议可以说是巴以和平进程中的一座里程碑，但很可惜，2年以后，代表以色列方面签订此协议的以色列总统拉宾被犹太极右翼分子刺杀。而后，巴勒斯坦的极端组织又连续发动了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活动。奥斯陆协议已经名存实亡。这里提到了巴勒斯坦极端组织的代表，就是现在的哈马斯。哈马斯是1987年成立的，创始人是雅辛。而刚才我们提到了，阿拉法特对以色列的态度是从1988年以后开始转变的。那也就是说，当阿拉法特领导的巴解组织走向逐渐缓和的路径的时候，另一支更极端的、更激烈、更暴力的哈巴斯已经在孕育之中。而在奥斯陆协议签订的时刻，哈马斯已经有与巴解组织分庭抗礼之势。他们当然不会接受巴解组织成了巴勒斯坦人的代表，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他们的位置又能摆在哪儿呢？所以他们就要制造事端，让这个和平的协议无法执行下去。其实不光是巴勒斯坦方面有极端组织，以色列方面也有。像我们大家熟悉的利库德集团，他们就是主张用强硬的方式解决巴以争端的。大家熟悉的以色列总理沙龙以及现任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他们都属于利库德集团的人。所以不管是巴勒斯坦还是以色列，他们的内部都并不是很团结。所以每当和平进程进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总会有另一派势力出来搅局。推进埃以和平进程的埃及总统萨达特不是也是被埃及人中的右翼分子刺杀了吗？
萨达特和拉宾一样，他们都曾经因为签署和平协议而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但他们的结局也都是一样的，被右翼分子所刺杀。在奥斯陆协议中还初步划分了双方的土地，以色列方面承诺，以色列国防军将从约旦河西岸以及加沙地带逐渐撤军，将这2片土地归还给巴勒斯坦。说到这儿啊，我想可能有些朋友会为巴勒斯坦抱不平，认为巴勒斯坦地区那么大的地方，最后留给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只有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其他的土地都成了以色列的。在网上呢，还经常看到一幅图片，有4幅图，从图中可以看出，以色列的土地是越来越大，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土地是越来越小。有人认为这就是以色列不断侵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领土的铁证，这也是以巴冲突的根源。那么从历史角度上，应该如何解读这个问题呢？大家知道，最早是联合国在1947年提出了巴以分治的方案，分别建国，其中以色列得到了全部领土的 53%， 而巴勒斯坦得到了 47%。 在这点上，有些人就表示非常不同意，认为巴勒斯坦的人这么多，以色列的人这么少，为什么以色列反而得到的土地多呢？首先，联合国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取悦以色列，是有它的理由的。联合国是按照民族来划分土地，而并不是按照人口。就好像家中的老人给孩子们分遗产，如果是4个孩子，那就每人1份，各占 25%， 不会因为说老大有4个儿子，而老4没有孩子，则给老大分得多，老4分得少。分配讲究的是名分，而并不是人数，这是其一。那如果平均分配的话，以色列人为什么得到了多数，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得到少数呢？这我们又要看这土地的质量问题。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地区的总面积大概是在22000平方公里，而国境内的内盖夫沙漠占地就多达13000平方公里。而在47年的协议中，内盖夫沙漠全部都划给了以色列。那也就是说，以色列所占的 53% 的土地份额中，其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内盖夫沙漠，那是一块广阔的但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土地。后来以色列发明了世界上先进的滴灌技术，改造了沙漠，使得部分的沙漠可以用于耕作，但大部分地区到目前为止仍然是荒无人烟。所以以色列虽然拿到了 53% 的土地，但实际上可居住人的土地面积都加起来只有不到 10%， 而阿拉伯人拿到的 43% 的土地，除死海边上的少量地块以外，全部是可居住土地。总结一下，就是以色列巴勒斯坦土地总共有22000多平方公里，其中内盖夫沙漠有13000平方公里。那也就是说 50% 以上的土地是不适合人类居住的，而适合人类居住的那一半土地中，有接近 43% 的土地分给了阿拉伯人，而只有不到 10% 的土地分给了以色列人。这其实并不是对以色列人非常友好的方案，相反，这倒是一个更偏向于阿拉伯人的方案。但最终拒绝这套方案的还是阿拉伯人。那什么样的方案阿拉伯人才可以接受呢？如果反过来把给以色列的土地给阿拉伯人，把阿拉伯人的土地给以色列人，那么他们会不会就接受呢？肯定也不会。我们再来看一段史实，在1936年，那时候还是英国代管时期，英国人皮尔勋爵受英国政府委托，要对这块土地提出一个分治的方案。当时皮尔领导的委员会经过一番调查取证以后，提出了一套分治方案。简单的说，就是将国土面积的 80% 分给阿拉伯人，剩下的 20% 给以色列人。结果阿拉伯人对此是断然拒绝。阿拉伯的 80% 中包括了刚才提到的内盖夫沙漠。而47年以后的分治方案，以色列人是得到了 53% 的土地，但包括整个内盖夫沙漠。而皮尔方案则是阿拉伯人得到 80% 的土地，包括内盖夫沙漠。哪个方案更好一点，这不是很清楚了吗？其实英国也好，还是后来的联合国也好，他们在分配土地的时候，基本上都秉承着这样一个原则，就是如果你拿到的是质量好的地，那你分到的土地面积呢就要小一点，相反则拿得多一点。这个原则其实并没有对谁更加偏袒，如果真要说偏袒的话，似乎对以色列人有些不公。但抱怨最多的却是来自于阿拉伯人，其实他们根本就不是抱怨土地分配不公，他们的目标是想将以色列人彻底清除出这块土地，对以色列人搞种族清洗。所以无论给他们什么样的土地分配方案，
他们都不会满意的。以色列方面接受了1947年提出的分配方案，但阿拉伯人没有接受，他们悍然发动了战争，希望用战争手段解决领土纠纷问题。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看到了，联合国分给他们的土地大部分也都丢失了，最后是犹太人占了 80% 的土地，而以色列人只剩下了 20%。 那现在这土地该怎么划分？是按照停火线，也就是绿线来划分吗？犹太人占 80%， 阿拉伯人占 20%， 还是按照1947年分治方案那样划分？如果这样分的话，犹太人首先表示不同意。犹太人多占领的这些土地，可并不是他们办信用卡赠送的，而是他们的士兵一枪一炮的打出来的。再者说了，既然阿拉伯诸国发动了对以色列的侵略战争，就表示他们不接受1947年的分治方案，希望通过战争来重新划分这片土地。那么你既然选择了战争，就要接受战争的结局，不能觉得自己强大的时候就付诸武力，打不过的时候又诉诸于国际社会，要求恢复47年的土地划分，这很显然是不合理的。而且按照国际惯例，失败的入侵者失去土地，在一战、二战中都是这样。所以国际社会对巴以领土的划分是以停火线、绿线为基础，这一点呢，并没有什么不合情理之处，更不是对以色列人的偏袒。这个结果实际上是阿拉伯人自己造成的。顺便说一下，联合国关于巴以分治的181号决议案得到了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支持，其中美国和苏联都投了赞成票，当时代表中国的中华民国政府投了弃权票，而那时候已经准备建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发表声明，表示支持这个决议案。为什么会支持呢？很简单，因为苏联投了赞成票。令人不解的倒是英国的态度，英国当时投了弃权票。巴以分治一直是英国人主导的，为什么在最后时刻投了弃权票呢？我想可能是有他们的政治考量。一方面呢，他们知道这个决议案肯定会通过，因为得到了美苏的支持。再者，英国方面想继续保持对这个地区的影响力，所以他想维持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英国方面其实一直是有点偏袒阿拉伯人。在决议案通过以后，英国人在向以色列人交接权力的时候，也是表现得非常的拖沓不合作，这也激起了当时犹太人的不满。所以呢，犹太人也成立了很多的游击队，这些游击队严格意义上讲，在当时也是恐怖组织。当时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犹太复国主义的恐怖组织，就叫伊尔贡。伊尔贡策划了大卫王酒店的爆炸案，造成了91人死亡，其中有40多人是阿拉伯人，还有20多人是犹太人。犹太人最早实行的恐怖活动，大致的时间基本上都在1947年前后。当然了，也有一些阿拉伯人在这些恐怖活动中丧生，而且也有专门针对阿拉伯人的恐怖活动。其中比较著名的就是戴尔雅辛村大屠杀，造成了100多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死亡。这些屠杀行为受到了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强烈谴责，包括犹太人内部对伊尔贡的这些恐怖行为也是予以谴责。到后来，在1948年，当伊尔贡的首脑北京访美期间，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28名美国犹太裔学者联名谴责北京的屠杀行为，认为伊尔贡与法西斯无异。而伊尔贡后来经过演变，就变成了利库德集团，这也是犹太政坛中的一种右翼力量，主张用最强硬的方式解决巴以争端。这恐怕也是巴以争端到目前为止难以得到解决的原因之一，谁都不肯后退一步。奥斯陆协议签订以后，哈马斯凭借着他更为极端的恐怖行为，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巴勒斯坦人的支持，特别是巴勒斯坦中年轻人的支持。在2006年的巴勒斯坦的议会选举中，哈马斯击败法塔赫，赢得了多数席位。虽然后来二者组成了联合政府，但联合政府很快分裂，爆发了巴勒斯坦内战。内战以后，通过调停达成了停火方案。最后形成的格局就是哈马斯控制了加沙地带，而巴解组织法塔赫则控制了约旦河西岸。哈马斯控制了加沙地带以后，以色列人马上将加沙地带定为敌占区，因为以色列人非常了解哈马斯的宗旨，知道他们一定还会搞更大规模的恐怖袭击，所以以色列人和埃及人一起就对加沙地带实行了海陆空封锁，这也自然造成了加沙地带的普通巴勒斯坦人的人道悲剧。在最近的这次恐袭之后，这样的封锁变得更加的严密了，加沙地带普通巴勒斯坦人的生活也就变得更加的艰难。
看到那些无辜孩子们的悲惨的现状，无疑是非常令人痛心的。巴勒斯坦人告诉这些孩子们，这一切都是以色列人造成的，让他们去仇恨以色列人。但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造成目前这种局面的原因，真的就只是因为以色列人吗？那些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那些哈马斯成员，他们不应该承担责任吗？同样都是巴勒斯坦这块土地上的阿拉伯人，为什么加沙地带的阿拉伯人生活是这样的？为什么法塔赫控制的生活在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他们的生活就要比加沙地带的阿拉伯人好很多，而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他们的生活又更好？这一切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另外呢，在查考资料时候，我还看到了一个数字，说现在的加沙地带有可能是世界上人口出生率最高的地方，平均每个妇女要生 4.24 个孩子。很难理解为什么在如此困苦的情况下还要生育这么多的孩子，为什么要让这么多的孩子在贫困和仇恨中长大？他们以后会以什么样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看待以色列人？这些都不免让人产生深深的担忧。2004年的10月27日，阿拉法特在用完晚餐以后突觉身体不适，当时的诊断是得了严重的感冒。2天以后，阿拉法特的妻子苏哈向以色列方面提出要让阿拉法特去法国的医院就医，以色列方面同意放行。那么阿拉法特要出国就医，为什么要经过以色列方面的同意呢？那是因为在这之前的3年，阿拉法特已经处在以色列军方的软禁之中。当时呢，是因为以色列与巴解组织再一次发生了冲突，以色列军队攻入了阿拉法特所在的城市拉马拉，并将阿拉法特围困在了他的官邸之中，长达3年之久。所以此时的阿拉法特实际上是在以色列人的手里，他的门外站岗的都是以色列的士兵。阿拉法特到法国2星期以后，病情急剧恶化，最后是在2004年的11月11日去世。当时官方给出的死因就是因血液病引发的心肌梗塞。虽然当时也有人对阿拉法特的死因有所怀疑，但阿拉法特的妻子苏哈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拒绝对她丈夫的尸体进行尸检。阿拉法特的葬礼正常举行，这件事情呢也就慢慢的过去了。一直到了8年以后，也就是2012年，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一名记者将一个包裹交给了位于瑞士洛桑的一家地下实验室。这家实验室是专门负责国际刑事案件的法医鉴定的，是一个非常权威的机构。而这名记者交给实验室的这个包裹中包着的就是阿拉法特生前所用的衣物、数据等等。经过对这些阿拉法特生前遗物的检测，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发现，在阿拉法特的遗物中存有大量的放射性元素钋210，而钋210的毒性相当于氢化物的2.5万亿倍。随后，苏哈根据这一结果，正式提出要对阿拉法特开棺验尸。开棺以后取得的样本分别交给了法国、瑞士和俄罗斯3家机构进行检验。1年以后，3个国家的检查报告相继出炉，但结果却大不一样。瑞士方面得出的结论是不排除阿拉法特钋210中毒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他有可能是被毒死的。而法国方面则认为没有证据显示阿拉法特曾经遭受过放射性物质的毒杀，阿拉法特他属于正常死亡。而俄罗斯方面的检测报告至今也没有公布。同时，负责检测的瑞士科学家也指出，一个呢是因为时间太久，第二呢是因为阿拉法特的尸体在这之前已经经过多次转手，所以即使发现阿拉法特尸体内钋的含量高出了正常值18倍以上，但仍然不能完全证明他是被毒杀的。但尽管如此，阿拉法特死于政治谋杀的说法还是不胫而走。他的夫人苏哈甚至暗示说是阿拉法特身边的工作人员给他下了毒，在他日常食用的食品和饮料中。苏哈甚至在法国巴黎的一家法院起诉这个身边的谋害者，法国警方也为此展开了刑事调查。苏哈是在27岁的时候嫁给阿拉法特的，那时候阿拉法特已经是61岁，而且在这之前下过一生不娶的誓言。苏哈是巴勒斯坦富昌之女，她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巴黎。她的父母都是巴勒斯坦独立运动的积极参与者，特别是她的母亲。苏哈从小受这种思想影响，在她大学毕业以后呢，就到了阿拉法特身边来工作。
最初呢是担任阿拉法特的翻译和秘书，后来呢就担任了阿拉法特的夫人。苏哈的形象与传统的穆斯林妇女的形象截然不同，她不像传统的巴勒斯坦妇女一样裹着一个深色的头巾，即使是成了阿拉法特的夫人，她仍然是一副西方贵族女子的派头。所以在大部分巴勒斯坦人的心目中，她的形象并不是特别好。苏哈与阿拉法特生有一女，后来因为女儿身体不好，苏哈就带着女儿长期在巴黎生活，这样呢就更加使得巴勒斯坦的民众对她颇有怨言。有人甚至说她是法国第一夫人。阿拉法特刚刚去世的时候，有人提出要查明他的死因，就要进行尸检，但这个要求被苏哈拒绝了。而当他草草处理完阿拉法特的丧事以后，马上向巴勒斯坦当局提出了要继承阿拉法特高达数十亿美元的遗产。这一点呢，更加激起了巴勒斯坦民众的愤怒。他们觉得苏哈之所以不同意对阿拉法特的尸体进行尸检，原因就是他想草草的了结此事，然后尽快的继承那大笔的遗产。那么阿拉法特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呢？相信这些资金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当时世界各地对巴勒斯坦民众的捐款。这些钱进入到巴勒斯坦的官方账户以后，很快就会转入了巴勒斯坦高层内部人士的私人账户。还有一部分呢是按照奥斯陆协议的规定，以色列人要将巴勒斯坦人购买货物增值税转入到巴勒斯坦的账户，而这些钱最终都转入了阿拉法特的私人账户。阿拉法特本人生前的生活非常简朴，但这并不妨碍他和他的家属一起敛财。我想这一点呢，大家也不会觉得惊奇。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独裁者，他们都与贪腐有关。那么如果阿拉法特是被毒死的话，那背后的凶手是谁呢？因为毕竟前面57次的暗杀都是以色列人干的，既然前面的暗杀都是你做的，人们自然就会认为这是以色列方面针对阿拉法特做的第58次成功的谋杀。但没想到以色列方面矢口否认，前面57次不成功的暗杀，以色列方面都承认了是我干的，但终于成功的这一次，以色列方面却不认账了，这似乎有点说不通啊。以色列方面的理由是，我干嘛要杀他？在这之前，阿拉法特已经在以色列人手里软禁了将近3年的时间，以色列人要想杀他，早就杀了，何必要等这么久？再者，杀了阿拉法特对以色列人来说并没有什么好处，相反倒有不少的坏处。因为那时候的阿拉法特在巴勒斯坦的政坛内部对以色列还算是温和的，杀了阿拉法特，那些更强硬更极端的组织会得益，这对以色列来说是完全没有任何益处的。而且有一位以色列的化学家也指出，钋210的半衰期是138天，也就是说138天以后，它的毒性就会减少到以前的一半，再过138天又减少一半，就只剩下原来的1/4。而从阿拉法特的随身物品中检测出来的钋210的含量，这个含量仍然足以毒死20多个成年人，而检测的时间是在2012年，也就是阿拉法特去世以后的8年时间。8年是2900多天，相当于22个138天。也就是说，在这8年过程中，钋210的含量经过了22次的半衰期的削减，而最后仍然能够检测出足以毒死20多个成年人的含量。那由此反推，当初给阿拉法特下毒的剂量应该是非常可观的，这本身就不符合逻辑。第一，钋210这种物质是非常难以提取的，成本非常高，下这么大的剂量完全是一种浪费。第二，下毒暗杀本来就是不希望别人知道，为了以后不被检测出来，下毒的剂量肯定是足以致命即可。这就跟古时候用砒霜下毒，下一点能够把人毒死就可以了，你非要给他来2斤砒霜，你是想把他毒死呢，还是想把他撑死？而且下这么大剂量的钋210，对于实施下毒的人来说，本身也存在着莫大的风险。所以以色列方面认为，我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做。而且以色列人还提出了新的嫌疑人，就是苏哈本人。他们认为苏哈在最初阿拉法特死的时候拒绝验尸，而8年以后却突然提出验尸，而且马上给阿拉伯的媒体提供了阿拉法特生前的随身物品，而且最终还检测中这些随身物品中确实含有钋210。这总会让人有这样一种感觉，在苏哈提供这些证据之前，他已经知道这些证据中含有钋210了。那么以色列人就怀疑这些毒物就是苏哈自己放上去的。
那么苏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有人说他是为了引起世人的注意，因为阿拉法特去世以后，他和他的女儿也逐渐被边缘化，他希望经过此举引起世人的注意，从而为自己捞到更多的好处。还有人说他是受巴勒斯坦政权内部的一些高层人士的胁迫，希望通过调查阿拉法特之死的案件，将世人的目光重新聚焦在巴勒斯坦的问题上。阿拉法特到底是怎么死的，至今还是一个谜。但其实并没有多少人真正的关心这件事情，除非在需要的时候将这件事情拿出来炒作一下，赚取一下世界的目光，为自己再争得一些利益。重要的是活着的那些人。苏哈他仍然可以在欧洲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而此时巴勒斯坦的人民却在受罪。恐怕这才是那些恐怖组织的领导者们他们想要的。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发动对平民的恐怖袭击，在遭到了报复以后，又一次又一次的在世界人面前卖惨，博取国际社会以及善良人们的同情。而当以色列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停止对他们的报复的时候，他们又故伎重演。在上期节目播出以后，有的人在留言中说 Frank， 你是不是拿了以色列人的钱？你为什么只为以色列人说话，而不考虑巴勒斯坦人的感受？我不太明白这样说的人为什么一下子就想到了钱。是不是他们本来就觉得说什么不说什么都是可以用钱来买通的？我并不是一直站在以色列这边，但当哈马斯屠戮以色列平民的时候，我会坚决地站在以色列的这一边。这个世界确实非常复杂，各种势力、各种派别互相交叉，混沌不清。但即便世界再复杂，有些东西是亘古不变的，那是常识性的东西，那就是对文明的判断。当看到武装分子在马路上开着车无差别的攻击街上路人的时候，当他们走进平民的家中屠戮家中的老幼的时候，当他们踩在死亡的平民的尸体上拍短视频炫耀自己的无上武功的时候，当他们将女性脱光衣服游街侮辱的时候，当他们把一个婴儿的头摔碎在石板上的时候，这一切就会变得很清晰了。这些人，他们不仅仅是以色列的敌人，不仅仅是美国的敌人，而是全人类的敌人，是全人类所有渴望文明者的共同的敌人。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这里是风下杂谈 Frank 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咱们下期节目再见。